今年的必比登推荐和500碗榜单又热腾腾登场啦！最让人期待的是，新北市这次终于正式入列。翻开名单一看，里面很多店家竟然是和观众们常留言推荐的名单完全重叠，让我们忍不住决定亲自走一趟板桥，把那些没吃过的餐厅和大家口中的遗珠美食一次补齐。这次发现了许多没尝试过的惊喜，也更明白了在地美食的意义。很多观光客必吃的美食，对当地人来说或许早已司空见惯，甚至吃到腻了，但它依旧是一种美食，因为除了味道以外，它承载着生活的日常记忆的味道，甚至是某种情感的寄托。所以不论是必比登、500碗，还是当地人悄悄收藏的口袋名单，对我们来说都有一样的价值。走进别人吃腻的日常，感受当地人过腻的生活，或许这就是我们一路旅行吃吃喝喝最大的乐趣吧。油铺口蚵仔面线加炭烤香肠，这一间呢是在地美味，已经有30几年的历史了。然后经典的吃法呢，就是你要一口面线配一口香肠。听说呢，它的香肠是高粱酒香肠，很香，试一下。每次吃面线的时候，人家说你都去吃那个最有名的，可是说真的，我就是没吃过，要试试看，增广见闻一下，多方比较。它的面线呢是有一点点咸度在里面的，然后呢它的粗细不一啊，一看就知道是手工的。它的汤头呢并不是说茶余味非常的浓厚，稍微带点甜口，其实整体还蛮平衡，我很喜欢。其实我觉得它味道很经典，有点像是万华的那个陈记面线那种感觉，经典口味。那你刚刚说它有点带甜口嘛？它那个甜口来自于它面线被煮了之后，那个面线释放出来的甜味。你刚刚讲说太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很难入口，吃相有点。我超爱这种的，光超烫这一点我可以加10分。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料多的配置，它的大肠的比例呢会比蚵仔再多一点点，然后这样子一碗是65块钱。我觉得还行不过我朋友啊，我觉得面线这种东西非常的难说，因为有些人就是有他心中最喜欢的那一碗，而且争议不休。不过我觉得这一碗绝对够格。我问我朋友板桥朋友，他说他觉得这一间还好，不过我觉得这一间绝对够格，很好吃。在我吃的面线来说，绝对是经典口味。它的香肠非常好吃一咬下去，肉甜酒甜混在一起，然后酒甜呢又更衬托出它的肉甜。可惜相机在你的手上，你刚咬下去喷汁的画面没有拍下来。它呢除了里面的肉非常甜呢，烤的也很不错，炭香味非常的这个组合啊，让我想到那个万华还是中正区他们那一区有那个什么皇家香肠，然后配上它旁边有那个面线的组合，然后如果再来一杯柠檬汁就很赞，直接集中在它这里。对，我觉得还蛮赞的，这个组合很爽。香肠、大蒜加上面线3个非常重口味的东西组合起来，吃起来真的是很爽很爽啊！这一间我觉得经过值得一试，如果没有排队就直接进来吧。从我们刚来到这边就看到好几台计程车载客人下来吃蚵仔米线，哇，特地跑来吃的。审计馅饼，我们来买萝卜丝饼，看到萝卜丝饼就受不了。那除了萝卜丝饼之外呢，它其实还有卖红豆的猪肉馅饼。那我们先试一个。这间是观众推荐给我，看起来很好吃，我就想要来吃吃看。我刚看价钱，然后50块稍贵，可是这么大一个真的已经快要比你的脸大，比我的脸小了啊，本来就比我的脸小了。这是什么哆啦 A 梦的百宝袋吗？超大一个而且它里面的东西很够味，而且很香。它这个萝卜丝馅饼跟我们一般吃到不太一样，它有点像是我们吃那种双胞胎还是什么多拿滋的感觉，然后它外面的饼皮很脆，很像吃饼干的感觉。但他说它的面皮啊是比较厚一点，可是它外酥内软，里面是吃得到那种面甜香的。很好吃，很出色，我觉得真的跟我们一般吃的不太一样。
它的内馅也是非常的出色。你看哦，有一点点肉香，然后萝卜丝呢非常的透，再加上胡椒的香气。它这个内馅是有点像是卤过腌过的感觉，所以就会有那种卤过的香气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它的那种就是辛辣的一点点辛辣味道啊，跟萝卜的那种甜味啊，融合起来有够好吃的。我个人觉得非常出色。那当小点心好适合哦，可是如果是学生，下课买一颗回家，晚上就会被妈妈骂，吃那么多，晚上吃不下饭。不是，妈妈会很开心，你吃这一颗就够了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东西就是，你看哦，它现在就现揉现做。我跟你讲，咬下去第一口就是感动。忍不住又买了一个红豆馅饼，非常的烫，来试一下。哦，这个也好好吃，我们一口咬下去呢，有一种酒甜下的错觉。可是我们刚刚问过老板，里面完全没有加入任何酒的成分，主要我觉得是可能面皮发酵啊，会有一点那种酒甜香跑出来。我跟你讲，从那个一口咬下去啊，红豆散发出来的那种热气啊，跟那个面粉散发的热气，哇，整个都醉了。而且他们家的东西真的都非常真材实料哦。你看哦，红豆馅非常非常多，然后里面还可以看到红豆的颗粒，超多超好吃，我好喜欢这一间哦。绵密的部分也是非常绵密。哦，感谢那个观众，他其实推我们超多好吃的东西。哦这一间是板桥极品豆花，这间本来不在我们今天的计划之中，是我们刚刚在路边拍摄的时候呢，观众投喂，非常感谢他。但是说真的，大家不要效仿，因为我们每天要吃的东西已经太多了，请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赞助我们。不过我们还是很开心，很感谢他。非常感谢。后来我好了，我是一个比较不要脸的，我就回来说，哎，我可不可以坐在这边吃？我就好好拍摄我想说，试试看。把它变成我们的名单就好了。对对对因为观众会投喂我们，一定是他真心喜欢的。他说他从小吃到大这样子，然后他说这附近他不知道有什么好喝，只好请我们喝这个。对对对对，我看一下，哇，它这个粉圆是非常的古早味的，我最爱的那一种。是那种吃一口会回忆涌现的感动。哎，这边的老板都很亲切，然后他们说啊，你如果吃了汤喝完，你可以一直加。对，但是就是内用啦，没有人会外带然后再回来加冰的。可是我真的还蛮不要脸，我是拿了别人请我来，我说，哎，可不可以让我在那边吃我们刚刚那边买的？因为我想说让它变成我们的名单。对啊，对啊，其实这样子对，不过吃起来没失望。如果大家看到这一部影片，就表示说它好吃。真的很棒，它这个豆花呢也是手工感非常的强，然后豆味香浓，很绵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刚刚在吃的时候啊，然后隔壁的他就叫了，他自己吃了1碗那个粉圆，然后他叫了5碗粉圆，超夸张的。谢谢这位观众，因为他说他今天素颜不好意思入镜，那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单纯的美味，我们非常喜欢。我简单讲一下，它那个豆花非常像豆腐的那种绢豆腐的口感，然后它那个粉圆啊是那种古早味，小小粒的。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吃不太到这种粉圆的。麻烦你，谢谢。我们超不要脸的，就是还加冰，加一点，谢谢。对，老板非常的亲切，然后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老板你太好了吧！你这么太大一匙了。哦，一定要来支持，一定要来支持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，谢谢。老板娘太热情了，帮我们加冰就算了，还挖了一大朵花生。我们今天是赚到了2碗人情味。好，来试一下它的花生。刚刚隔壁人是说，它的花生非常好吃，这么惊讶？就是有绵又有粒，更同体的感觉。它的花生很特别，因为大部分的花生呢，它都会加一些甜度进去调味，可是它的花生呢是没有甜味的，单纯的给你一些口感在这个里面。哎，很好吃，很香，所以那个花生的味道就特别的明显。我喜欢这样，因为你就算加了很多的料，也不会去改变整碗的甜度。而且它这个糖水甜度对我来说是很喜欢的那种甜度，不会太甜，单纯的黑糖香，非常棒。
家药炖排骨。我们刚刚骑摩托车来的时候啊，哇，刚下车马上就闻到好香的那个味道。这间厉害了，这间是什么？这一间呢，它是500碗，然后呢，今年入选了米其林必比登。然后呢，我们之前呢在板桥啊，也有拍一间很有名的羊肉汤，它的卤肉饭也是非常好吃。那时候大家都推叶家药炖排骨推爆了。对，而且那一间这一次也是得了米其林，然后我就非常期待这一间。先来试这碗药炖乐排，先喝一口汤。虽然它闻起来味道非常的浓郁啊，可是喝下去之后呢，它是一种醇厚的清甜感，不会让你觉得说，药味很重，很害怕这样。我们刚刚在门口啊犹豫了很久，想说要点什么，后来最后还是点乐排，因为我觉得吃这种东西就是要吃乐排，你才可以吃得到它那种药膳的香气，你可以慢慢去吮它，有没有？对，就是吸附在骨髓上面啊。虽然说肉没有很多，可是香气呢都会被浓缩在这个里面。没错没错。它肉也蛮软的哦。吃这种东西就是乐排才能这样子细细的品尝，然后你才说哦，它这个味道这样子。因为你吃那种如果排骨的话，你的舌头面积接触太多的时候，你反倒会忘记去好好细尝的那种味道。肉味会大于汤头的味道。我觉得斯嘎这个边边角角一定要去吃，但你通常好像都不太吃这种地方，这才是最好吃的。哦，沾了一点辣椒酱油，嫩皮肉的香甜，然后它的辣椒酱油也是非常的好吃。其实很多人会说啊，你吃什么要吃看他们辣，我只有药炖排骨的时候，我才一定会去试那个他们的辣椒，尤其是这种酱油辣椒，哇，才能显出那种药炖排骨的鲜甜呐。就是喜欢吃这个软骨的部分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？那家的卤肉饭，上次观众跟我们推说这家才是最顶的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不过我看它的色泽啊，蛮那种台南式的那种卤肉饭，它应该有带点。然后我刚刚在门口啊，发现一件事超有趣的，他写说卤肉不能怎样外带，不能单售。对，他非常有自信，因为太多人跟他问了，所以他才会贴那一张。我觉得大家一定是想要买卤肉，然后回家自己煮白饭就好了。太可恶了这件事情。它的卤肉啊是有带甜，不过就只有淡淡的1-2分甜而已，不是说非常的明显。然后它的肥的部分呢，是你咬下去之后呢，跟白饭融在一起会化开的那一种。它也有瘦肉比例，但它瘦肉比例大概3分，肥肉大概7分啊。然后饭做的非常的烫，我最爱这一种。我觉得我们上次吃到那一家呢，它是属于那种乳头卤比较深层的味道。那这一家呢，就是吃它这个肥的化开的那种感觉。可是我比较不出哪一家比较好，因为我觉得有点是不同的流派，但2家都非常好吃。我们点了一份米血，通常我对米血这个东西呢，就是有就吃，没有就算了。你比较爱，可是他刚刚让我哇超惊讶。我第一次听到你吃米血主动然后其他2个东西还没有成这样。对，那个外面呢，你可以吃到那个有点像血干掉这样子，有点粗糙的感觉。然后里面的那个米啊，这样 Q 弹的，哇，好喜欢哦。我刚刚就百思不得其解，想说为什么会放胡椒粉在旁边。我后来吃到这个卤肉饭，我就知道，因为它这个卤肉饭跟胡椒粉是非常搭的。一定是这样子的。真的，对，一定有人这样吃。如果是的话，请在下面留个言。太多。这个豆乳酱厉害哦，你试试看，把它沾米血试试看。它吃下来的味道很像整颗那一种豆腐乳，然后把它磨成泥状，然后去吃的。搭配上米血的形状，真的蛮像直接吃豆腐乳。对，跟我们一般吃的还是不太一样。这个厉害，这个一定要沾一下。我刚刚一来的时候就看到，怎么有姜母鸭的牌子？我就说，你们以前做姜母鸭？他说对，然后后来换这个做了之后，他懒得撕掉了，这样子。哇，他这个药炖的那种功力，可能就从那时候累积的。没错。
这一家是万德富爸爸肉骨茶王中王。这家呢，我们久仰很久很久了，因为我们呢很喜欢的新马海南鸡饭老板呢跟我们推荐这家，然后再来是呢，他们也是好朋友，这家到底因为老板马来西亚人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每次到马来西亚下飞机第一件事干嘛？你知道吗？肉骨茶。不是，先上厕所，因为坐飞机大家都在讲。再来就是找肉骨茶。吃的这个肉骨茶呢，它是巴生肉骨茶，马来西亚肉骨茶的发源地。对，而且我们今天还点特别的，因为要跟上次刚刚的那个药膳排骨做区别。对，因为我们常在吃有一些肉骨茶或是药炖排骨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觉得，这两个东西怎么有点像。然后今天想说做一点区别，我们点干的好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就点这个。干的在台湾非常难见。我们在沙巴吃过一次，哇，永生难忘。我到马来西亚各地都一定会去品尝肉骨茶，先吃干的，干的最特别。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看，这很像我们那个控肉，对不对？或者是那个叫什么东坡肉，有肥的部分，有瘦的部分，然后这边呢，它也有带骨的部分。对，我们先来吃一下那个连皮的部分好了。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怎么做，它这个是用肉骨茶的那个肉嘛，然后加一点那个肉骨茶的汤汁，然后它用一些老抽啊、生抽，然后蒜头下去炒，然后把它炒到收汁收的很久，把它整个锁在里面，所以非常好吃。这个东西，你配饭真的是受不了的。这个酱感非常的重，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好好吃一餐正餐的话，是可以来一碗白饭的，非常下饭。对，但是他们这一种里面都会带一点甜，带一点干的味道，所以是有一点苦苦的味道，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东坡肉是不一样。你看到它会有那种印象出现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最迷人的就是它那个微微的苦味，带给你那种回甘的感觉，就是药膳味要浓厚到一个程度才会有出现这种味道。对，其实我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，吃到肉骨茶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这看起来就很像我们的药膳排骨啊、药炖排骨啊，可是那个闻起来味道跟吃下去的味道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所以我很推荐大家一定要试肉骨茶，这一间呢很可以，它这个已经是非常好吃的了。这碗干的肉骨茶我们真的非常喜欢啊，它的肉感很强啊，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部位。那巴生肉骨茶的特色就在这边，可以呈现那种大口吃肉。你如果这样配啊，我就可以配3碗白饭，大口吃肉、大口吃饭的感觉。然后因为它这个是巴生肉骨茶，所以它里面有各种部位的那种猪肉部位，这样子很棒。我们一般知道肉骨茶有2个派别，一个是新加坡的白汤派，比较带胡椒香气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马来西亚的黑汤派。黑汤派之所以黑呢，是因为这个肉骨茶它其实是源自于福建，那福建的酱料呢喜欢用生抽、老抽那种黑黑的酱汁，然后再加上药材的那种黑黑的厚重感。那其实这个东西呢，它一开始的创办人啊叫做李文帝啊，是这个福建人。那巴古 day 呢，是因为它就是名字中有个地，那大家就是用它卖的东西啊，再加上它的名字呢去昵称它，所以就变成巴古 day， 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演变成肉骨茶。那这个故事呢非常的有趣，是来自于说，当时那个巴生港那边呢是有大量华人聚集的，那大家都是在那边呢当劳力啊。那当时呢，那边运送了很多的药材，可是这个药材在搬运的过程中呢，都是会不慎散落的。那华人就勤俭嘛，他就想说，这个药材掉在那边可惜啊，就把它捡起来回家炖肉骨。于是呢，就变成了这个肉骨茶的原型了。请大家快速扫描一下菜单好了，它其实也有卖一般正常汤的肉骨茶。对，其实我这样吃下来，我真的是目前台湾我吃到最喜欢的肉骨茶就是这一间的。非常好吃，我觉得跟马来西亚是一样好吃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认识很多马来西亚人，他以前都是我吉他的学生啊。然后他说他们从马来西亚带药材来台湾煮，就是完全煮不出那个味道，没有一样的东西。对，不知道是气候的关系还是怎么样。然后他们在那边煮就没事，然后在这边煮就完全就煮不出来，可能就是某一些材料是没有办法的。对，这马来西亚必喝了100+。阿贤古早味面茶，我们吃了
差不多了，所以想说再来吃个甜点收尾一下。那我当初呢会找到这间店呢，哇，我实在是被它这个东西吸引到了。虽然面茶也很吸引我，可是真正吸引我的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跟大家讲。太白粉冰。我刚刚看他在做的时候，想说，这为什么要冲热水？你在外面没有看过吧？完全没有吃过。其实我也在外面完全没有吃过，可是看到这个东西呢，我就想到我家过年会做的一道菜。那其实我到现在还不是很知道那道菜叫做什么名字，他们都说叫做捣混，就是用太白粉，然后用一些爆香的东西，也不是新香料，什么芹菜什么东西，肉丝之类的，然后下去一直搅，然后让它变成就是一个凝固状，很像桂的样子。可是这个看起来很像爱玉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。其实说真的啦，番薯圆啊，什么圆啊，其实原理是差不多，就是都是粉的原料。是啊，可是人家是做成那个，然后再煮，可是这个是直接用冲的。我们吃吃看好了。这个超有趣，我刚刚拿到的时候，因为它上面是先用热水去冲嘛，然后上面就是有放一些冰块，然后拿到碗底下它是烫烫的，然后上面是冰的，很有趣。我跟你讲，看着很陌生，可是你吃到嘴巴里面呢，非常的熟悉。像什么石花是吗？荤桂。荤桂哦，很像很像。哎，我很喜欢吃这种东西。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啊，看起来这样简简单单啊，却是美味哎，简单的美味。对，然后它的黑糖呢也是弄得非常的香，所以整个搭起来哇，很消暑，很赞。我最喜欢冰块的那个部分，因为天气真的蛮热的。冰块的部分呢也是真的很古早味。再来喝面茶冰沙，其实一般人以前面茶都是喝热的，因为你要用热水才有办法把它化开。可是现在天气太热了，弄成热的话，就是会很难入口。不过现在都有新的做法，像擂茶也可以把它弄成冰沙，这是像擂茶冰沙米茶版的。说真的，他把它弄成冰沙之后啊，那个香气还是在，还是非常的浓郁。表示它原本就够浓郁，才有办法冰沙之后还是觉得浓郁的。它这里面呢，就是有一些坚果的香气，然后带点微微的焦香感。那我觉得呢，就是冬天喝热的，夏天喝冰沙，这个真的是很棒。它里面有两种沙感，一种是米德的那种沙，然后一个是冰沙的沙。对，然后再加上那个融化的那个去融合，觉得很酷。身后的这个大茶壶非常的特别，它那个装置呢，以前下面是放炭火的，用炭火烧，它现在改成瓦斯炉，因为炭火的话呢比较不好控温，它就是烧开了之后呢，那个水就可以从水龙头出来，这样呢你在操作，比如说冲面茶、冲太白粉的时候呢，会比较好操作一点，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用那个热水壶的话，你一只手要倒，一只手要搅，啊谁要来扶碗？而且那个很大一个，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。看老板现在在做另外一碗，里面全部都是太白粉。哎呦，好酷哦！我刚刚竟然没拍到，好可惜哦。没关系，已经凝固了，速度非常快。对啊，这个下去基本上就已经凝固了。老板说这个需要很快的技巧，因为你慢的话就会没有办法做出来了。这个就是更老一点的在冲面茶的器具，但是这个壶呢，它是烧开的时候会叽叽叫，可是用这个壶冲太慢。可是它期待感满满这样子。这个技巧会更高哎。刚跟老板闲聊啊，聊一聊，竟然他说，这个东西呢，他们小时候呢是来降火气用的，阿公那一辈传下来，说如果什么长芽苞啊，在田里面中暑，然后吃这个。我第一次听到太白粉竟然是有功用的。对啊，有观众是有这种经验的吗？或者是你有听过这种说法吗？对啊，好有趣哦。老板，谢谢，拜拜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我们来总结一下。
今天在拍摄的过程中呢，遇到了我们的观众。那当然呢，我们也向他讨教了附近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美食。那观众说没有，跟你说板桥没有好吃的。可是说真的，他一转头呢，回头又推荐我们好几间他平常呢常常买、常常吃的好吃的店。那他就是送我们那碗豆花呢，我们后来去那间店做了吃，也觉得那间店非常的好吃，也很有人情味。对，其实有时候啊，我们朋友问我说：“哎，你家附近好吃？”你一定是想说：“哦，我家这附近没什么好吃的、啊。”你会这样讲。可是其实我们旅游的真谛跟出来吃美食的真谛，就是你去吃别人吃腻的东西，吃别人过腻的生活，其实都很好玩。其实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呢，是想要探探500碗米其林推荐的这些名单。那其实呢，说真的，我们常常在去体验这些名单的时候，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啊，我在地人多少多少年，然后你们吃的那个怎么样？那我吃的比较道地，或是我吃的另外一家更好吃。可是说真的，那个店啊，我们吃下来是觉得它真的没有不好吃，只是可能真的就是你吃腻的美食，过腻的生活而已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多多跟我们推荐那些你吃腻的美食，过腻的生活。对，你也可以这样说，因为听起来大家都舒服。好啦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对了，忘记跟大家说，我们最近开放频道会员啦，里面会放一些之前比较青涩的影片，甚至偶尔也会有一些抢先看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，里面大概分为每个月请我们喝一杯咖啡，或是吃碗牛肉面，以及看场电影这3种。不论如何，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就是能够帮我们多多分享、按赞、热推，我们一样都会很开心哦。感谢大家，大家拜拜。